印度陆军称紧急采购300架自杀无人机，以应对中国。解放军这边是早就有准备了，严阵以待。不过呢，这一类的无人机啊，确实也不太好对付，要做好各种的应对。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几年呢，印度是非常重视无人机，包括这个自杀无人机的。前2年呢，他们就开发研制了 PAL-400型的自杀无人机，早期的时候订购了100多架。那么这俄乌冲突爆发1年来啊，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各种无人机，包括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应用，非常的引人注目。印度当然也就非常的关注这个事情了嘛。最近呢，印度这边增购了300架的自杀无人机，据说呢是比这个PALM-400更先进、更改进一下的型号，还有其他的无人机。要说起来呢，这自杀式无人机啊，其实和现在我们所说这个巡飞弹，它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二者越来越趋同。这种东西呢，它技术难度不是很难，成本又比较低，使用起来又相当的灵活，在战场上使用起来之后啊，真是搞得你不厌其烦，有的时候还真的能打到你的痛处啊，有不少的战果。咱们再说回印度，他自己研制这个 PALM-400型的这个巡飞弹，你一看这个东西它做的是比较粗糙，但是你怎么看怎么熟悉，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东西好像像点什么，像什么呢？特别像这个俄罗斯现在使用这个柳叶刀的无人机，实际上呢，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度仿制了柳叶刀这个自杀无人机，就这个巡飞弹呐。这仿制了这个东西，当然也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军工企业转让了一部分技术给印度吧。同时呢，从一些分析来看啊，印度研制的这个 PAL-400啊，某种程度上它也借鉴了以色列的技术。总之嘛，印度呢是为了赶时间，它把各种巡飞弹和这个自杀无人机的这种技术呢集成到一起搞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技术难度也不是很高嘛，印度呢去使用的呢是 GPS 定位的办法。但是你说你拿这个东西想来对付我们中国，这事儿就有点班门弄斧了。我们中国可是无人机大国呀，这种自杀型的无人机，就巡飞弹这些东西，那我们是太丰富了，大的小的单兵使用的、营连一起使用的，这我们是太多了。我们有这方面非常成熟的技术，能搞出这种东西出来，技术成熟的情况之下呢，那怎么对付这些东西，自然我们的手段也就多了。你要对付这个东西啊，首先呢，你的战场感知能力要特别的强，也就是你搜索发现要及时准确啊，这个就涉及到你的各种手段了，比如说你的各种探测手段，像雷达呀。像这个光电的探测手段呢，当然对你这个战术上也要有特别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注意第二一点啊，就是这个战术。这个战术上啊，对付这一类的无人机啊，其实你是有2种办法来干它的，一个就是咱们是直接打它，第二一个呢，我们用各种办法，比如说干扰啊，比如说误导啊的办法来阻断它的任务。因为这东西啊，这个巡飞弹的东西它都是一次性的，如果是超出了飞行的时间和范围，或者说它失去了这个导航，自己掉下来了，它把这个任务给它阻断了，或者说它找不到目标，这个也就达到了防御的一个目的。在打的方面，我们有各种办法。你看最近咱们央视又正式的曝光啊，咱们这个陆军这边新增了这个6管25毫米，大家都简称它叫625轮式机动的这个防空系统。这个呢已经可以配到营一级的，它就是做这种对付这种低小慢目标而用的啊。但是呢，你说我们有再多的手段，在战术上，我们研究出更多的战术也好，对这种巡飞弹，就自杀无人机这种东西，还真不能掉以轻心。为什么呢？一个是它的突然性非常的强。它不像这种大型的插打一体无人机那个它行动起来呢动静比较大，这种小东西巡飞弹你还真不好弄它。第二一点我们注意啊，它通常会用到在这个连排一级就能使用，甚至说这个小型的巡飞弹它到单兵到班一级它就能用。这东西你摸不清楚它什么时候给你来一下，机动灵活，你还真得是防它。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去摸索，去怎么对付这些目标的这些战术，以及平时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同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些应对的准备，比如说我们一些重要的关键节点，像这种通信中转站这些地方呢，还真是要做好备份。一旦被这个击中被摧毁之后，我们有另外的备份。所以其实对付这些东西，我们要多方面的去考虑。